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探討一個非常核心，甚至可以說是決定了無數人未來20年命運的嚴肅議題。很多時候，我們總覺得總體經濟是一個非常複雜、充滿各種變數的龐大系統，對吧？我們每天看着新聞報道，利率升降、通貨膨脹、國際貿易戰，大家很容易在這些眼花繚亂的資訊中迷失方向。但其實，如果你懂得撥開那些表面的雜音，你會發現，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與衰退，往往早就被一個最基礎但也最無情的力量給鎖死了，那就是這個國家的人口結構。今天這集內容，我將帶各位透過一個極其精準的人口指標，在嚴謹的數學邏輯基礎上，像看水晶球一樣，一步步拆解出中國經濟未來20年的絕對軌跡。這不僅僅是一場宏觀經濟的分析，這更是一份關乎你我與下一代資產布局的生存指南。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今天的拆解邏輯會分成6個關鍵部分：一，我們會先介紹這個神奇的經濟指標；二，探討背後推動經濟的需求乘數效應；三，以日本的人口藍圖作為歷史驗證；接着我們會把這套硬派邏輯套用到4，中國的人口懸崖；最後為各位揭露5。2034年的黃金窗口，以及6、2040年即將到來的經濟寒冬。第一部分，神奇的經濟指標。要真正看懂一個國家長期的經濟走向，我們必須先做減法，我們必須排除市場上短期的情緒波動與政策雜音，專注在一個具有強大解釋力的單一指標上。重點來了，我們今天所有的深度分析都將圍繞着一個叫做 WP， 也就是工作人口淨變動的指標。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這其實就是計算一個國家在同一年之中有多少年輕人剛剛踏入社會準備開始工作，減去有多少老年人準備退休離開職場，兩者相減所得到的年度淨差額。根據長期的歷史數據回測，這個看似單純的變數，它竟然能夠直接且絕對地主導一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以及整體的社會就業率。政府可以印鈔票，但政府印不出20歲的年輕人，這就是一個非常硬派的底層邏輯。這個計算邏輯到底有多簡單粗暴呢？我們只需要3個步驟來推算。第一步，我們去計算當年滿20歲準備進入勞動市場的總人數。第二步，我們扣除當年滿60歲準備退出勞動市場的總人數。第三步，我們再根據現代人普遍讀大學延後就業，以及政府可能推行的延遲退休政策，進行一些數學上的微調。這套邏輯最精彩的地方在於，你根本不需要去通靈預測未來，因為今天20歲的年輕人是20年前出生的，而今天60歲的退休族是60年前出生的。這意味着，只要觀察過去確鑿的出生率數據，一個國家未來的經濟大趨勢早就已經被牢牢鎖定在保險箱裡了。這個數據是完全無法作弊的。第二部分，需求乘數效應，我們繼續聊下去。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單單一個人口淨變動的數據，能夠對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否產生如此絕對，甚至可以說是霸道的控制力？這背後的商業運作機制究竟是什麼？我相信很多人心中有一個直覺上的迷思，大家經常會想，如果這個國家的年輕人變少了，人口整體萎縮了，那剩下的職缺是不是就變多了？年輕人找工作是不是就更容易？社會也不會那麼內捲，那麼競爭了。這聽起來似乎非常有道理，對吧？但其實這是一個極度危險且完全錯誤的認知。資本市場真實的經濟運作邏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根據全球實證數據顯示，當一個國家的工作人口開始萎縮時，失業率反而是直線飆升的。這是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現象。原因在於，人類不僅僅是來競爭工作的勞動力，人類更是創造需求的終極消費者。當工作人口減少，代表市場上買東西、花錢、貸款的人變少了。當支撐經濟體系運作的核心需求徹底消失時，企業賺不到錢，自然就會開始縮減規模、大規模裁員，最終導致全社會的工作機會大幅減少，失業率反而會居高不下。
為了讓大家更有感，我們來具體拆解一個年輕人的需求生命週期，你就會明白這個乘數效應有多麼驚人。假設一個年輕人剛出社會，年薪是10萬塊，當他準備成家立業時，他可能會需要購買一間價值300萬的房產。他自己只有幾十萬的存款怎麼辦？他會向銀行申請250萬的房貸，接着他還要再砸下20萬進行房屋裝修，甚至花10萬塊買一台汽車代步。各位去思考一下這個過程，這一個年輕人的成家行為，透過銀行的信用擴張，瞬間向市場注入了幾百萬的龐大需求。這筆資金實實在在地流向了建商、裝潢工人、汽車銷售員以及家電製造商。根據經濟學模型的估算，這單單一個年輕人所創造出來的經濟需求，就足以支付超過30個其他勞工整整1年的薪水。這就是為什麼年輕人是經濟引擎的核心燃料。一旦燃料減少，這台國家級的經濟引擎必然會面臨熄火的危機。第3部分，日本的人口藍圖。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為了證明剛剛說的這些不僅僅是經濟學的理論，我們必須借鑑日本的歷史發展，把日本當作我們最完美的歷史驗證藍圖。檢視日本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時間軸，我們會發現它完美對應了工作人口淨變動的趨勢。我們來分析幾個歷史上的關鍵時間節點。從1966年的出生率暴跌，這個數據精準預測了20年後，也就是1986年，日本經濟急劇的衰退。接着到了2004年，日本面臨了高達71萬人的巨大勞動力缺口。這段時間正好是日本資產泡沫破裂後最痛苦的深淵，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失落的20年。直到2015年之後，日本開始採取具體行動引進勞動力，整體的經濟才逐漸出現了轉機。在這段發展史中，有一個非常經典且極具說服力的案例。在1966年，日本社會因為傳統迷信，認為丙午馬年出生的女孩命運不好，這導致當年的新生兒數量出現了極端且完全不理性的暴跌。這並不是因為發生了戰爭，也不是因為遇到了經濟危機，純粹只是因為民間迷信。但令人震撼的是，因為這一年的出生人口變少了，整整20年之後，也就是1986年，當這群人應該要踏入社會創造需求的時候，日本經濟就硬生生地出現了一個深股式的嚴重震盪。這段歷史完美證明了人口數據對經濟的影響力是絕對而且不可逆轉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社會在文化上是相對排外的，但面對無情的經濟現實，他們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來拯救國家經濟。根據日本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024年，日本本國年滿21歲的新增青年勞動力大約是112萬人，但同時，日本政府已經悄悄引進了高達36萬名的外籍勞工。這代表外籍勞動力的數量已經佔了日本本國新增勞動力的將近1/3。這些外籍的青壯年來到日本，同樣需要租房、需要消費、需要生活。他們實質上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成功填補了日本國內人口下滑的缺口。正是因為這個政策轉向，才使得日本經濟免於陷入無止境的通貨緊縮泥沼。第4部分，中國的人口懸崖。看懂了日本的歷史軌跡，也驗證了這套理論的準確性之後，我們現在要把焦點轉向中國。讓我們來拆解這套底層邏輯，如何建構出一個高度可預測，甚至令人感到有些警惕的未來預測圖。根據宏觀統計數據，在2022年，中國的工作人口在短短1年之內突然暴跌了1200萬人。這個龐大的人口缺口出現的時間點，可以說是1分1秒都不差，完美吻合了中國房地產泡沫徹底破裂、房價開始全面崩盤的時刻。這絕對不是巧合，這是實體需求瞬間蒸發所帶來的必然結果。當市場上突然少了上千萬個潛在的購屋族，房地產的派對自然就只能宣告結束。2022年的這個人口懸崖背後，其實有着極度精準的歷史脈絡。回顧1962年，當時中國剛經歷完連續幾年的大饑荒，社會生產稍微恢復後，隨即迎來了報復性的人口反彈。當年誕生了高達2600萬名新生兒，這是一波史詩級的巨大嬰兒潮。時間快轉60年，也就是2022年，這個龐大的世代同時年滿60歲，開始大規模地退出勞動市場。而殘酷的是，準備接替他們進入職場的是2002年出生那批數量相對低迷的年輕人。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少，而退出職場的老年人多，
最終造就了這個毀滅性的經濟缺口。更嚴峻的現實是，從現在開始一直到2031年，中國將面臨一場持續且痛苦的經濟消耗戰。數據清晰地告訴我們，在這將近10年的期間內，中國每年將會穩定減少大約1000萬的工作年齡人口。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這個畫面，每年憑空消失1000萬個具備強大消費能力的青壯年，這相當於每年蒸發掉一整座超級大型城市的住房需求、汽車需求以及各式各樣的民生消費。在這樣的基本面之下，任何期待房地產或整體經濟能夠在短期內出現驚天大反轉的想法，其實都是違背數學邏輯的。第5部分，2034年的黃金窗口。不過，如果你以為這份數據就是一路悲觀到底，那你就錯了哦。宏觀數據其實揭露了一個非常令人意外的轉折。這條人口減少的曲線，在未來幾十年中，並不是一條直線向下的死亡軌跡。根據人口模型的精確推算，在2034年到2038年之間，將會出現一個高度可預測的黃金窗口期。在這個特殊的區間內，由於退休人數短暫且劇烈的減少，淨工作人口的流失將會踩下剎車，甚至暫時趨於穩定。這將為整體的經濟環境帶來一段難得的復甦，甚至是一段潛在的繁榮期。為什麼會在那個時候突然出現一個黃金窗口呢？這又得回到歷史去找答案。原因要追溯到1970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導致那一批的出生人口數量開始逐年下滑。所以，當時間推移60年後，也就是2034年到2038年這段期間，達到60歲退休年齡的人數自然也就跟着大幅減少了。這個歷史的巧合，讓淨工作人口暫時穩定了下來。配合當時可能的寬鬆政策刺激，這極有可能會創造出中國未來20-30年內最後一次罕見的經濟繁榮與資產價值飆升的大行情。對於看懂這套邏輯的人來說，這絕對是一個絕佳的財富重新分配機會。第6部分，2040年的經濟寒冬。雖然我們剛剛提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黃金窗口，但身為理性的分析者，我們必須保持絕對的清醒，因為那個短暫的樂觀時期就像是回光返照一樣，在它結束之後，緊接而來的將是極度嚴峻且漫長的挑戰。根據預測模型顯示，到了2042年，中國的工作人口預計會在單1年之內驚人的萎縮1400萬人。不僅如此，到了2045年，這個減少的幅度還會進一步擴大到1500萬人。這將是人類現代歷史上規模最大、最猛烈的一次勞動力急劇下降。背後的原因很清楚，因為現在的年輕人面對高房價、高物價等種種壓力，生育意願已經降到了冰點，而這個不生小孩的趨勢目前完全沒有反轉的跡象。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階段，只要我們冷靜地追蹤過去的出生率數據，我們就能非常清晰地看見這張無法阻擋的經濟路線圖。第一階段是從2022年的房市破裂開始，經歷到2031年的初期深度衰退期。第二階段是迎來2034年短暫的黃金窗口。第三階段則是無可避免的在2042年撞上那場史無前例的人口與經濟雙重寒冬。這一切的劇本早就已經寫在不可逆的數學公式裡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人口淨變動是預測經濟的終極指標。中國將在2034年迎來短暫的黃金復甦期，隨後在2040年陷入嚴峻的經濟寒冬。看懂這個不可逆的趨勢，能幫助你提前布局未來的資產與職涯規劃，避開風險並抓住最後的紅利。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